谢谢。真的是。你出汗还几个服务员呀？啊哦！教育学的辩证法直接与间接知识相结合。各种动物生活的观察，发现动物世界中存在各种示范和模仿，因为教育是一种生物现象。第四个，手段。还有古代社会的教育，古代社会教育的特征总有几个？这个简单。不是椒麻鸡丝吧？口水鸡丝。跑去哪去了？你吹吧。哎，帮我考一下那个，你也愿意考？我需要把这个发到我手机上。考不上吗？对，我一会儿不得看着吗？这才改好嘞。对。
我们上节课呢讲了约束类型里面的前3种，它们分别是揉锁、铰链以及光滑接触面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2一杆。然后其实这个2一杆呢，在我们工程局生活中其实相当，在工程局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。比如说这个大桥，它的每个杆其实都是2一杆，以及这个车的一个后备箱的这个绳索杆。然后还有这些机构，然后很典型的一个叫做就是所谓的2一杆，它们要么是受压，要么是受拉，就是这2种一个状态。刚刚在上面练习了2遍，感觉自己语言系统都有点紊乱了。现在是1点54，2点半，我们就要开始我的第一次试讲。好紧张，你知道莫名的慌吗？我昨天晚上睡前我都在想这件事情，该来了总会来的，勇敢面对吧，多尝试几次就好了。这真的是我在大学里面，我上台的次数真的是屈指可数。不过，再一次上台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紧张。好，下一位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解工程力学里面第1章的第2节约束的类型及其特征。上节课呢，我们学习了类型里面的前3类，分别是揉锁、光滑接触以及铰链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2一杆。因为如果你在受力分析中无法分析哪根杆是2一杆的话，会导致你的一个受力分析值出现错或被失分。其实2一杆呢，在我们的工程中用的也是十分广泛的。你就比如说看这个桥，它的一个整体结构就是由许多的这种2一杆所构成，但是它却能够承受，比如说在恶劣的天气以及车辆重载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平衡。这个其实呢，就是它背后的一个核心原理，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讲的这个2一杆。这个力是仅在铰链两端作用。既然它在2个力的作用下趋于平衡，那它就会满足我们的一个2一平衡原理，就是等值反向贡献。由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这个2一杆它的一个约束力是不是只存在这2个情况？第一个就是受压，第二个就是受压，就是
会有导入还不错，但是你有个问题，我想说一下你的 PPT 啊，第一个字太小啊，字的话呢，你至少也得是18、20，因为你在后面，我在这儿我都在睁开眼睛看，在后边肯定看不见。第二个呢，你想想，你里面插入那么多白条干嘛呀？你这个是一个浅灰色的底儿，你整一个黑字是可以看到的呀。好，下一个。
人妈腿都不放错，妈妈是我的自作。现在去二层二层大杯了。还有几个？这边七块我全要。来放好。凭一下东西，没事，你给我往这里。有点不是，小心。这两那连着卡子了，都不方便。